这个是初叶啊，叫做初叶，做初叶板，客家人的。安迪给你看，它的后面是这样，前面是这样。在山边，总之森林边啊，你一定找得到的。以前很多人种，但是现在不，人家不要种了，因为它很健身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，人家讲说拿老的比较香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以前的人呢，他们不要拿老的，他们要拿中的，这样中青的，因为中青的比较嫩嘛。OK， 我拿一个老的来给你compared，他们讲老的比较香，但是以前的人，不是有一些人讲啊，但是老的是因为这个茎，因为以前的人是要拿来种，或者是拿来切碎它。现在你拿老年轻都无所谓，因为现在有破壁机可以给你打得很烂，无所谓。你看这样子拿，要拿它的这个叶子中间来煮，这个茎不要。如果你拿嫩的呢，你嫩的又怕没有味道，拿中的就最好了。In between， 你看它里面白白的，你煮的时候啊，它真的是有那个煮那个粽子这样的时候的味道。所以安迪通常都是拿中青的。你一定问安迪种哦，你不要种，我不是不要种。你看有一个跟我时常旅行的那个 Jasmine 啊，那个很 cute 的那个小妹啊，她每次跟我去旅行，她就住在这边罢了，她的家。所以我有一次我在找的时候嘛，然后阿婆又很好哦，你那个瓜拉利比的阿婆，她晒干了拿来给我。后来 Jasmine 我拿给她吃，她跟我讲，哎呦，我家后面就大把这么多。她走路啊2分钟。走路来罢了，不用2分钟啦，10步路都可以了啦。她每次来找我的时候，她就顺便采给我都可以了。但是我也没有时常做啦，我是因为要做这一道糕点给你们看啊。你看我拿中青的，但是呢，也有人拿来晒干呐，晒干很香啊，老实的讲。但是煮起来还是一样啊，没有差别。然后以前的人呢，为什么清明的时候他们拿去拜神，清明的时候他们就拿来做来吃，因为中国他们有四季嘛，所以秋天的时候开始啊，他们就生很多，他们去清明的时候山边很多，他们就采来吃，就采来做。然后这一个叶子是可以辟邪的，他们相信是辟邪咯，所以他们清明节的时候，他们必定做这一个茶果吃，或者是拿去拜神，这个是拿来辟邪的。OK， 那你看断了这样来插枝它就活了。然后安迪种一定活，你种活不活我不知道啦。安迪是绿手指 ，green finger， 一种就活了。然后我的朋友也讲，哎，你种一定活的啦，你是绿手指嘛？种什么你种不活？他讲我种什么就是死什么，也有人这样子讲。来，大家中午好啊！今天安迪要做一个比较少人做，也很难找得到叶子要做的这一个糕点，叫做猪叶，是讲客家话，初叶啊。但是客家话叫初叶，所以他们把它华语翻译成华语也叫初叶。粗鲁的粗，一个米字旁和一个茄字，其实不是，是草字头和一个宝盖头，叫猪叶 ，OK， 英文叫做 ramen leaf，ramen 就是这一个。安迪这一个呢是新鲜的 ，OK， 我是做16粒，昨天去采昨天去采的。安迪也做过用干的呢，它有一个味道的，你晒干了，它好像那个粽子的叶子，包粽的时候啊。煮粽的时候，那个飘出来的那一个味道，就好像粽子端午节的味道哦。这个呢是生的呢也是很方便做，其实，但是你要晒干的话，你又麻烦多了一个工。以前的人是因为有春夏秋冬，所以他们要晒干来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哦。但是在这个在马来西亚是很健身的，尤其是乡下你找得到，城市就比较难找啊。但是城市如果你在山边啊，比较乡下的地方，还是很多人种的。做这个初叶板哦，安迪跟你们讲，50片左右，你们要60片也是可以啊。一些人用很少，然后你一拿到的时候，因为安迪这个是中青，如果你拿到老的话哈，它这边有一个梗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就这样，尽量撕出来它的叶子，这个梗不要啊，这样，这样，这个不要了，这样子撕了 ，OK，50片你就拿来穿烫了。我已经洗干净了的 ，OK， 拿去穿烫啊，洗干净它，因为它比较多飞尘嘛，其实是没有人打药水的，这一个是野生的，安迪采是在山边采的。你看我现在穿烫的时候，它有那个粽子的那个竹叶的味道。如果你这样子采来绣呢，它是没有味道的哈。
但是如果你们问我晒干的话要用多少？晒干的话，你用大概是80左右就好了，80 gram 左右。姑娘哦，我这样子搅一搅它就 OK 了的，我就拿去冲冷水了的。啊，其实这一个步骤是洗掉它的那个苦味，还有肮脏、那灰尘啊，这样传烫一下这样啊。有一些人是想说洗掉它的苦味了，其实我不觉得它有多苦，没有了。好了，把它扭干它的水啊，你看它已经做成一个蓉这样啊，这样好了，把它扭干。其实扭不干的，还是有点湿湿的，所以安迪放去这个雷把叉里面，雷把里面磨啊。为什么安迪在这一边对着墙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要给它动来动去啊。安迪又要讲走来走去，稳固，要讲稳固它啊。OK， 我就这样磨。这个是一个擂茶的板，他们叫擂茶板和国话啊，我就这样磨罢了咯。来，安迪跟你们讲啊，刚才安迪用这个擂茶板来磨啊。安迪不建议你们用擂茶板，因为你们还没有磨擂惯的人就不要用，不然等一下你会有那个叶子不够碎，你拿捏不到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用中行和用那个菜刀来丢好碎碎，再不然就是用破壁机是最好的。破壁机可以打到很碎，但是你不要打到它完全是糊到完，看不到最好能够打得到那个叶子，好像半粒米这样，有一片一片小片这样，看得到是最漂亮的那一种卖相是最美的。OK， 然后你讲破壁机的话，我要放多少啊？不用的，你就放大概3、4汤匙，能够你的破壁机能够打得到碎那个叶子就 OK 了啊。安迪做这一个呢是示范给你们看，是以前的人就是擂茶板，不只是做擂茶，他们也拿来磨这些东西来做这个粗叶板啊。OK， 还是安迪这一个方法，每一次我跟你们讲过粉，我一定做一个粘米粉给你们的。为什么粘米粉你们做的时候容易做，不会破，而且呢？它不会说完全糯米的话很黏呐、你吃的时候，哎呦，一直拉这样绵这样，然后会粘牙。如果你掺了一点点的粘米粉，你又好做，又不会破，又好咬，然后你做的速度快咯啊！如果你单糯米粉，我跟你讲，你会做到一直有时候成功，有时候不成功的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好，水磨糯米粉啊，300 gram。你一定讲安迪，为什么你这一次又shift， 每次都没有 shift， 要也可以，不要也可以的，因为这一个不是蛋糕，不是那些西式糕点，以前的人哪里用这个来 shift 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安迪这一次也 shift 啦，因为很多人讲说 shift 了会比较滑那个粉，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干净了，因为你 shift 的话，你看得到有没有杂物在里面哦，或者是颗粒 ，OK。然后我现在要煮这个粘米粉，来5、6 gram 这样的粘米粉，200 gram 的水，开水温水啦 ，normal 的水，喝的水咯 ，OK。然后3汤匙的油，安迪没有用真正的汤匙的、啊，大概，你就算你放多少，安迪放4汤匙我都不怕的啦，你看到吗？3汤匙也可以，4汤匙也是可以，没有关系，当然是越多越好吃咯，因为油嘛，对不对？有水了嘛，广东话讲。然后，因为这个粗叶板啊，它是咸的内馅菜谱的，安迪是做 traditional 的啦 ，original 的。现在的人有放很多别的沙葛啦、花生、芝麻啦都有的，但是安迪是做 original 的给你们看，改次才做别的。片糖，为什么安迪这次不用椰糖？因为不可以讲话，就是叫我。安迪拿走开先跟你们讲。安迪为什么这一次用片糖呢？因为这一个是很 typical Chinese 的食物，不是南洋的 ，OK？ 但是现在也有人放没有人放椰糖，其实有人放红糖，红糖也是很好的，因为这个粗叶是一种怎样讲啊？就是一种中药的，它可以除湿，又可以止泻。很奇怪啊，孕妇的人产前产后他们都有吃的这个东西。OK， 安迪放半片的片糖，片糖是拿来做么？每次我们吃汤圆的时候啊，就是用这个片糖。你是看，如果你煮汤圆啊，你用片糖啊，这个片糖很容易买的，在国外也很容易买的，到处都有的。为什么放片糖？因为
它很夾的这个味道，很夾，好夾啊味道，真係啊，用半片就可以了，片糖 ，OK， 我没有打碎，最好你们打碎啊。安迪哦，如果不油，安迪就拿出来丢掉的了。来给你们看哦，滚了哦，你看冰糖也溶了哦，你大概半温这样啊，不要太烫了，因为滚滚你要放下去，怕烫到你们的手，半温都是 OK 的。来，现在安迪倒下去哦，这个粉啊，记住用筷子啊，筷子这样慢慢倒，还是烧烧的哦，然后用筷子搅，好了，全部搅到这样了咯，看到吗？它不会成块，看到吗？放了下去，你们用手这样抓，把它撑开来。啊，有团的把它撑开来，这样就会很均匀咯。粘米粉和糯米粉，安迪刚才是用擂茶把来擂。如果你们用破壁机哈，60片的粗叶，放100 ml 的水来打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你倒下去的时候呢，你要慢慢倒啦啊！你看那个叶子啊，我不要拿水先的，我要拿它的叶子，我不要它的水先。OK， 然后我也是这样拿来搅，但是也有人用的数量是很多的，那时候你会很怕，你看到有叶子还多过那个粉，这样你会感觉到很怕。安迪也试过拿人家的叶子的分量来做，我发觉到是太多了一点啦哈，所以安迪把它减少。你看100 ml 的水用到完，水刚刚好。刚才安迪给你的水的分量啊是准的，以我的粉啊，我是怕有时候一些人的地方气候啊，有时候买到的粉不一样啊，所以你不要像刚才安迪这样一次过打完哦，你就慢慢打慢慢调，不用怕说拆过头的，拆过笼啊。OK， 但是很美了这个粉哈，但是现在安迪哦做么了嘛，在这个擂茶板里面还有叶子，我不舍得，我要拿这个粉哦。展它出来，你看很美哦，我很喜欢哦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用擂茶板啊，擂到啊刚刚好啦。等一下安迪拆完了，我给你看啊，很漂亮的。安迪要拿这个叶子上来，因为这个擂茶板它里面是有那个叫什么啊，牙齿这样的，它很粗糙的啊，有纹路啊，有纹路。我用擂茶板来擂的叶子，它就是这样的pattern。来，我给你们看。放进镜头啊，你看它有一点点 dot 深青色，看到吗？这样就很漂亮。安迪也试过拿破壁机一下打到太油了哦，就整个这样轻轻。但是它煮熟的时候啊，它是变成黑色的啊，所以粗叶板它是黑色的。但是一些人讲说不吉利了，黑色了，其实没有。这个是客家人啊，他们在清明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买这个来去拜山的。这个是辟邪的，然后他们拿这个叶子呢吊在那个门口，他们有做一个方式，不知道怎样啊，就是拿来辟邪的。OK， 好，这个哦太好了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去炒菜脯 ，OK， 来炒馅料啊，安迪跟你们讲，馅料是菜脯是咸的这一次，所以会很特别咯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吃到好像阿婆讲怎么样讲的啊？那天阿婆讲啊，讲客家话，吃到黑黑条，就像狗这样，很好吃咯，这样的意思。这个菜粗叶板是客家人的菜来的啊，哎，客家人的叫什么风味小吃 ，OK？So 现在跟你们讲啦，这个是菜脯，记住买的时候要看清楚，或者问那些安迪卖的人，安迪我要的是甜菜脯 ，OK？ 不要买到咸菜脯哦，咸到你不能吃的啊，我先跟你讲哦。甜菜脯，安迪只是这样用水洗一洗，然后就把它。不要用洪荒之力哦，那个什么 LB 跟我讲，安迪要用赤奶之力，所以我把它用手碾干它了，就 OK 了啊。这个呢，那安迪就是跟你们讲要买甜菜脯咯，安迪哦会偷偷加咸菜脯，咸菜脯大概就是这样啦，就30、40 gram 都可以啦啊。我这边200 gram，OK。虾米也是40，这个也是40，就为什么安迪也是可以放30，也是可以放50的，但是你们就是要正确，你们会怕错嘛，是吧 ？OK， 安迪就给你们容易，这个200，这个是40，也是洗，这个我要洗多一点，因为咸菜脯很咸的，我也是用我的赤奶之力，也是把它碾干它 ，OK。然后虾米呢，那个也是有人问我，虾米大虾米、小虾米要不要蒸水呀？
不用的，小虾米不要蒸水，小虾米我就是普通这样开水这样洗啊，然后我也是用洪荒之力把它拧干它的水，或者是放一个烧鸡给它过干那个水就可以了。OK， 就是这样3样东西。然后蒜米大概这个汤匙2大匙，这个葱头仔呢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2粒而已。安迪把它切片啊，糖、胡椒粉。黑酱油一点点，安迪不要给你分量，安迪要叫你们怎么样自己来试吃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煮。锅有一点点热了，安迪就放猪油啊。OK， 蒜米放下去，因为油热了马上。哎，葱头仔也放下去了，没有关系的。安迪最喜欢的。不是很厉害煮菜的人啊。新手了，不要讲人家不厉害哦，人家还开始嘛。现在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都要在家里煮饭了，又没有得出去跑街、逛街，没有得拍照，没摊拍照，没摊拍照的出租做主妇啊。如果不厉害的新手的，你就爆香了，这个拿起来。如果一些人很厉害的，他们现在就是下虾米了的啊，半金黄的时候就下虾米了啊。不厉害的人就金黄色拿出来，厉害的人就。半金黄的时候就放虾米了。安迪，我很热嘞，你又下虾米。OK， 现在安迪跟你们讲，为什么安迪敢下这么热的时候？因为它不会弹到这么厉害，里面有蒜米和葱头子，它会压住它一点。虾米一定要包到它香香哦，要包到它噼噼啪啪啊！你看到安迪在做什么？安迪在挑猪油渣放下去，因为我的儿子啊。你还有这个安哥啊，哇，一直找那猪油渣来咬啊，很爽，很脆口啊。OK， 所以安迪再偷偷放一点。一些人他们不喜欢很油腻嘛，看到油很油我这样，不会的啦，不要这样怕啦。OK， 反正你都是已经在家里自己做了，是很健康的东西有的，没有色素。哦，还有哦，这个竹叶哦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是很好的。但是我那个朋友讲，他在附近住的那个，他讲他拿来晒干了，他拿来冲水喝，他讲排毒了，也是很好的。一些人一定会讲，安迪，我现在都找不到这个竹叶，讲到这样 ，online 买，马来西亚的 Lazada 有卖，我有看到，那天我一下子给我看到有卖。中国应该很多。中国很多，中国还有很多，还有人卖，现在捏都有人卖有了。啊，你看，看了咯，看到吗？你看到下菜脯，甜的菜脯。和咸的菜脯一起下，你要放完全甜菜脯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因为甜菜脯很甜嘛，然后咸菜脯又太咸了，但是又很香嘛，所以我就会加一点点的咸菜脯下去，给它有点咸香，这样很好吃。我会放一点点的胡椒粉，然后你们自己放，大概喜欢胡椒粉的人就放多，少许胡椒粉。黑酱油一点点，哇，我的胡椒粉很呛哦。黑酱油上色而已，不要放太多。安迪也不要跟你们讲几多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啊，不然安迪就讲阿嘎的啦。因为什么我不要再讲分量给你们，我要你们自己要拿捏的 ，OK？ 然后你们一定要试吃的，不要听安迪讲放几多就放几多。可能你那个地区你买到的菜脯很甜，你买的咸菜脯可能是很咸的。可能你买错嘞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试吃，你试吃你自己知道哈。再安迪试吃，安迪吃到咸度是刚刚好，然后焖东西油啊，好了咯。现在我要关火了哦。糖，安迪给你们看，这个糖不会甜的，这蔗糖来的。安迪放2这个汤匙小茶匙来的啦。如果是你们放 teaspoon 的话，就1 teaspoon。来，安迪再试试，你看，安迪又试吃。安迪很厉害，煮都还是要试吃，所以你们不要听安迪讲分量多少，你们现在要开始学，一直试吃，一直试吃。那时候你们的嘴巴就是尖舌上的什么啊？有个中国的。尖上的。哎，客家话怎样讲啊？好吃到黑黑条啊，好吃到你黑黑条啊！好了，拿出来。现在可以开始包那个粉，要炒好了咯，准备1小碗的油。OK， 这次安迪没有用香蕉叶哦，你要用香蕉叶也是可以，但是这一个完全是中式的，不是南洋风味的，
所以安迪用的叶子是菠萝蜜的叶。你们一定很奇怪，没有用过菠萝蜜的叶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菠萝蜜的叶呢，你们也不要擦油，就要去擦油，这样不需要的。你知道安迪以前啊，和妈妈做茶果也是擦油的，擦到最后有一天没有擦油，发觉到，哎，不代志嘛是相反，所以不用擦。多余的，后来我们发现到，因为我们做糕点的时候已经有油了，而且用菠萝蜜的叶一点呢，它跟它是一个阿婆跟我讲啦，因为我是从一个阿婆那边学来的，那个阿婆已经不在，她是在家庭式，有人跟她订做呢，她就卖。但是安迪因为会做糕点，安迪只是问2、3句了，安迪就学到了啊。OK， 她讲这个味道啊，我们叫做芒嘎叶。芒嘎叶对，菠萝蜜的叶呢就是这样。安迪就在家里在前面采。前面有3、4颗是别人种的，一个印度人种的，一个是华人种的。OK， 还有一点，你们采芒嘎叶的时候，你们不要采错，不要采到张不大的叶，就是尖不辣，我们这边叫做就是小菠萝蜜，那个就比这个小1/3，小小的。那个呢的叶子呢是不可以的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后面有刺的，你们洗不到的。你看，它叶子是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只是它有刺。后面一个，后面有刺啊，这边这支棍这边有刺的，这个茎这边啊，然后你磨它的这边全部毛毛的有刺的，你看，所以不要拿错哈，你一磨到有刺的就不对，这个才是。然后这个的味道呢，它很嘎，那个阿婆讲，它是在哪里啊？沙登啊，阿婆。你像我们去那个嘎酱，他在采那个粗叶，所以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，然后他有卖，我就跟他买来吃，啊，就这样子谈起来啦 ，OK。所以用菠萝蜜的叶，他讲很嘎，其实不会。它是没有味道，它就不会抢了这个粗叶的味道。如果你用这个菠萝蜜的叶，你蒸了过后，它还是这样的，它不会变形的，就很漂亮啊。OK， 现在开始，每一粒一样40 gram， 一定要40 gram，39、38无所谓的，一点点。手上擦油，擦多一点无所谓 ，OK。然后你就这样，像安迪每次做这样啊。为什么要40呢？因为你要放馅料嘛。你不要这个皮太厚嘛，但是这个皮也不会难吃，它不像安菇那些没有味道，没有放糖，这个有放糖啊。你看我压的时候有一个空气跑出来的 ，OK， 然后就这样把它搓圆，这个比花生好做，它不会破。花生你这样子弄啊，因为它里面动来动去，摇动到它，滚动到它会破。这个不会，你看，然后你把它按压一下，要扁扁哦，因为菜脯很大很粗。你们可以的话，你们不是再切碎一点哦？啊，不带急的，不要紧啊，就这样放在菠萝蜜的叶上。没有菠萝蜜叶。哦，没有啊，对，你问得好啊，就用粽子的叶。也是可以。可以，粽子的叶很长嘛，你把它剪哦 ，OK？ 啊，粽子的叶子更嘎啊，因为它有一个粽叶，有味道的这个叶子。来，给你们一个 extra 的哈，又是做玫瑰。然后上次安迪教你们做的玫瑰，安迪买的价是这一个价。2块多钱而已，啊，蛋糕原料店有卖。今天安迪介绍给你们另外一个，你们看到一定疯的这一个比那个更漂亮。这个在马来西亚你也买不到 ，online 你也买不到，只有一个地方你买得到 ，Amazon 你买了很贵，很夸张贵。但是你可以，如果你有去泰国了，谁去泰国你就叫人家帮你买，也是蛮难找得到的。安迪切都找不到，你还叫我们用这个做什么？安迪给你们知道啦。如果真的是说你们买得到，你们就买了。Amazon 有的啊。OK， 来，我给你们看，就从它这一边半中间，你这样挤啊。因为它的前面的是一个叶形这样的，所以你不用怎么样像那个以前安迪教你那一个方法，这个手残的人都嫁到很漂亮啊。这个要去泰国买啊，或者是 Amazon。我炒了很多个网站都没有卖，只有 Amazon， 但是它卖到很贵，安迪下不了手。它做起来不像玫瑰，它做起来像菊花，你看很漂亮啊。你就这样啊，这一条线这样一直去，一直这样。这个是 Teresa 的啊 ，Teresa 借下我先啊，唔捨得還俾你啊。真係多謝夾唔該啊，你唔記得攞翻去。你看像菊花，是不是？啊。如果用这一个呢，你就要像安迪之前教你的那一个方法做成玫瑰 ，OK？ 好了，看啊，水滚啊，每次都是要水滚下锅啊，12分钟，12分钟呢不要大火，啊，大火你的糕点会整个塌下来不漂亮。有一些人会做安菇印的，安菇印的膜打出来，安迪没有，因为安迪做的是
original 的给你们看 ，original 的是这样的，没有昂咕模印的啊。水果下去蒸12分钟，中火，不要大火啊，中火你蒸出来漂漂亮亮的，它的shape就是它的形状不会走形。12分钟了啊，一气呵成，过笼了，没有了，你看，漂亮吗？很轻哦，你看。所以安迪会用那个菠萝蜜的叶子，它不会缩水、缩水。然后你看，所以我讲要有，不要打到太碎。我们有看到一点点的轻轻的点，你看到吗？但是等一下会转黑的哦。如果明天的话，它完全黑的，它颜色会变的。整个会黑的完。然后你要定它的颜色也是可以。好，到时候安迪再教你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做捏的啦啊，捏。奶稠啊 ，OK， 搞定，这样很烧。等冷一点了，我试吃给你们看。我已经吃第2粒了啊，第3粒了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和 totally， 和南洋风味完全不一样。那个皮刚才我叫你们放半片的，片糖啊，真的是刚刚好，吃不到它的甜度的，因为这个咸，我现在吃到真的很够味。那个盐呢，咸呢，刚刚好。记住，放一点酱油下去，给它甜咸这样，啊，咸香这样，真的很好吃。能够用猪油炸，你们尽量用。然后这个叶子呢，你蒸的时候它不会走来走去，你一吃的时候你一拿它就整个扯开来，而且也不会粘住弄破，不会啊。你看我撕给你们看。它会粘住哦，你没有放油，你看啊，大片的哦，它就这样。你看小片的哈，它的位置刚刚好，所以看到只是这个头尾2个尖尖这样，很漂亮。哎呦，这个真的可以做，我大力推荐你们去做，因为你们每次做昂菇嘛，然后每次都是做甜的，不然就是做沙果的嘛，还是白萝卜的嘛，还是竹笋啊。安迪这一个是菜脯来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放一点点。30 gram 或者40 gram 咸菜脯，全部不要蒸啊，只是洗一洗，所以变成它又有甜咸，真的很好吃，我跟你讲。因为很少有人教你们做菜脯的嘛。其实这个客家的初夜版里面啊，真正的是菜脯啊。另外一个馅料啊，就是花生和黑芝麻、砂糖。另外一个就是那一个的馅料，这2种馅料啊，很好吃哦。然后喝的时候配上中国茶，哎呦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好了，不要录啊，你来吃看，你来吃看。OK 啊，关机啊。你关机，你来吃看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吃几个哦。我不敢吃哦，怕肥。